Hello, good afternoon, everyone. So, quick hits before we start. I believe most people can English very good, but my English is poor. So, the next time I will use Chinese. 当然，这边的话，我还准备了有一些小礼物，然后接下来提问的时候的话，就提问的人可以获得。然后这个礼物会藏在我的这个介绍 PPT 当中。当然，提问的话用英文可能会稍微需要慢一些，我得去看着这个翻译屏幕，请大家谅解一下。OK，啊，首先的话就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然后的话，我一般在网上我叫自己半糖，或英文名的话叫 HalfSweet。然后这是我的一些个人的社交账号或者联系方式。然后 GitHub、邮箱、B 站还有 Telegram。然后其实我一直想要做一件事情，就是 try to create somewhere，做一些比较好、比较酷的事情，然后至少能为这个世界可以带来一些新的贡献。OK，然后今天的话，我其实想要先来聊一下我的一个应届经历。然后不知道大家是怎么对电子行业产生热爱的？我的话，其实从小到大的话，就是我在小时候其实对各种带电东西非常感兴趣。然后像我家的什么闹钟啊，然后什么收音机啊，什么相机之类的，到小时候只要是被我看到，然后的话过不了很久，然后就被我拆成一堆零件，然后还装不回去，啊。所以那句话有什么？你若安好，便是晴天；你若安不好，那就狂风骤雨。OK，然后但是后面的话，就是随着年龄的长大，然后当时我也接触了一些电子方面的东西，其实可能并不像是书上写的那么简单。当时我们可能中学书上的话教大家有欧姆定律，然后简单的一些电源、电路，但这些可能还是非常简单。但是后面才发现，其实整个世界的电学是非常复杂的。然后我们可能还有二极管、三极管，甚至更多的非线性的一些元件。那这些东西其实才是真正构成我们世界的这个电学的基石。然后当时我了解到了，其实有个东西叫 PCB。PCB 的话，当时很老的一些书里面可能还会教大家用负铜板，然后是用三氯化铁进行一个蚀刻。然后我也尝试过一次，结果上面一点铜都没有留下，全部都变成了下面的玻纤。OK。然后直到后面大概是我上高中的时候，当时2020年应该是高二，然后当时嘉一创搞了一个活动，然后就是5元打样。其实嘉一创的话，就是这个活动搞了很久了，从当时的可能在我们国内打一块 PCB 差不多100块、200块，然后逐渐到50、20元，然后最后到这个5元。5元的时候，我觉得我就该试一试了。然后当时我是在网上找到了别人一个开源项目，然后是一个墨水屏的一个天气预报。OK，然后左边这个就是当时我第一次尝试焊接，然后就焊出来的样子。现在大家可能觉得惨不忍睹，对吧？然后右边的话，其实就是当时做出来一个实物，然后这个东西我觉得其实还挺好看的。然后在当时2020年的时候，其实墨水屏还是一个比较新的一个事物。对，然后当然题外话就是这个项目后面的话，就软件方面我也就接手维护了，包括一直运营到现在。然后这个项目的话，日活可能还有个800-900人吧。然后觉得其实也算是一个坚持很久的一个项目了。OK，然后第二个的话，当时我其实有个，就当时的智能家居其实发展的并不是很完善嘛。然后当时我一直在想，如果我能够在什么地方，然后就远程的打开我家里面的电脑就好了。于是当时的话就看了一些资料，然后的话用的是一个 ESP8266，然后做了一个远程开机卡。这个算是我真正意义上第一个就是手画出来的 PCB。啊，当时的话其实我也学过很多软件。啊，当时的话有那个99SE。然后还有 AD 当时我还下个很经典的版本，就是那个 AD15，就第一次变成那个黑色的界面，但是全是英文。大家知道 AD 的汉化做的非常的不好，啊，所以的话当时学了半天学不会，然后后面换成了立创 EDA，然后就这算是我第一个做出来的PCB。但其实可以看到，当时我还有个很喜欢的一点，就是我不太喜欢我的板上有很多私信，然后这些全部都删掉了。当然后面只能说为焊接留下了不少坑，但是还焊翻了不少元件。对，然后对，然后其实后面就到了就是
这是我第一次用那个 KiCad 做的一个项目。然后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就当时的话就是合作做了一款开发版，然后叫 IO001。然后我其实是参与了整个项目的，包括这个开发版的一些绘制，然后还有它的一些后续的软件的支持，包括它的一个哈尔库，还有就后面的 Arduino 的一些适配。然后这块板子算是我真正意义上以来第一次使用 KiCad 的，因为合作他们的人推荐说他们都在用这个软件，然后让我试一试，然后我试了，感觉非常好。然后第一个是软件方面的话，就是 UI 做的还是非常好的。然后另外一点的话，整体的流畅度比逆创是有不少的一个提升。对，但是这块板子的话，我还是翻了不少车。然后当时的话，因为不太熟悉 KiCad 的一些规则，然后这块板子打了应该有3次，然后最后才是这个完全正确的一个版本。对，然后这个的话，现在应该在场的同学应该是可能手里面还有吧。我觉得其实也算是一个比较经典、比较简洁的一块板子。对，然后后面自从接触到 KiCad 之后，我感觉就一发不可收拾，然后就也画了很多的一些板子。然后的话，右边这些其实右边的这个的话，就是当时尝试的比较复杂的一个开发版。然后当时也是把合作的全家桶全部都上了。然后这个其实是合作的那个801，然后是一个 WiFi 芯片，就是很像8266的。然后右边的话是合作的一个 KiTY 模组。然后这2颗的话，其实都是 L32F103。然后的话都可粉红装的，然后这个整体的板子密度的话还算比较高，然后当时是尝试一下用了2层板，2层板就给塞下来了。然后上面这个的话是做的另外一个调试器，然后这个调试器的话，其实还有包括这边这一个接 link，然后我觉得当时有个比较打动我的设计，就这个地方的话，它是可以通过用手就电容触摸去切换 TWS 和 TCK，也就是 SWDIO 和 SWCLK，或者串口的 TX 和 RX。那这样子带来的好处就是我们再也不用担心板子上设计反了。然后如果感到反的话，你就可以按一下这个按钮，然后就硬件上就被硬件的给交换了。对，然后这个的话是仿的是Sega 的 J-Link OB，就瑞萨版的。这2个都是采用的4层板的一个设计。对，然后后面的话，这2个就是我现在可能维护比较多的。然后一个是 HS Link Pro，然后另外一个是 HS Can T。然后这2个的话用的都是先进半导体的一个芯片。HS Link 用的是 HPM 的5301。然后这个其实有个最大的亮点就是它支持80兆的一个 SWD，或者说80兆的 JTAG 的一个信号。然后这个的话在目前的调试器中应该是最快的了。对，而且这个的话 HS Link 还可以支持1.8。然后到5伏的一个电平信号，然后可以通过主控调整，也可以通过外部信号输入，然后包括它是有真正意义上的就是待载能力，然后它可以对外输出至少1安的一个电流，然后并且它还支持串口的 DTR 和 RTS 信号，这样就我们可能在给其他一些需要串口下载的单片机的时候，可以做自动的下载模式和复位。对，然后这边的二维码和那边二维码都可以直接跳转到这个硬件开源的一个仓库。对，那 HS Can T 这边的话，其实是一个看的分析仪，然后它支持的是4路，然后最高是8兆波特率的一个看 FD，然后的话也支持 SCAN 和 GS USB 的，然后可以直接通过按键进行切换，然后上位机也支持 ECU Bus Pro。对，然后刚才说到就是提问的人会有小礼品，然后也就是这些，就这2个产品，然后各有2个。然后这2个项目其实还是很感谢就是先机半导体的一个支持，然后就包括是先机的一个社区，然后对这个软件和硬件都提出了不少良好的建议。这也是我比较喜欢开源社区的一个方面，开源社区可以让我们了解到更多的信息，然后有更多的项目可以去学习，可以去贡献。这个也是先机的一个开发版，用的是 HPM 的5301，我个人觉得还是比较精致的吧。对，
然后左边的话都是 KiCad 的一些3D 模型，然后右边的话是一个实物，然后上面加的是一个1.17寸的一个 TFT 屏幕，然后两边的话一个5301作为主要的开发，然后另外一个则是作为一个调试器。然后双 USB 的话，一个 USB 是用于调试 debugger 用，然后另外一个则是它自带的一个 OTG 的高速 USB。OK，那其实说了这么多，那为什么一定是 KiCad 呢？EDA 的 PCB 软件那么多，为什么我们就更偏爱 KiCad 一点？觉得其实有好几点。就我如果只是作为我个人来说，第一个就是它是那个原生的，就是跨平台。那么这样子的话，就是我其实平时会那个用至少两种操作系统，就用的比较多的话就是 Windows 还有 macOS。那这个的话，其实就可以pass 掉大部分的 EDA 软件了，可能他们都是 Windows only 的，大部分的 Windows only。对，另外一个的话就是 KiCad 的性能优化做得非常不错，然后就是在一些性能比较低的电脑上依旧跑得非常流畅。就我可能有些旧的笔记本已经那个6、7年、7、8年了，但是装上 KiCad 之后，还是可以做一些设计工作。对，然后还有 KiCad 有个优点就是它的工程文件是纯文本格式的，然后这一点天然就对 Git 是友好的。然后可能有很多人说，就是那这个 diff 也没有什么意义啊。但是至少的话，就是如果我改了 PCB，那么我这个变动只有 PCB 文件，那这个并不会给我的 Git 仓库带来非常大的一个影响。那相反，对于那些就使用二进制文件的EDA 软件来说，可能如果每保存一次，然后那么就得加一个很大一个压缩包，这样长期往 Git 仓库的膨胀就不可避免。另外一点就是，KiCad 是完全开源的，并且对于整个社区来说它是免费的，而且这带来另外一个好处就是我使用 KiCad 作为我自己的作品，那么这个作品的版权一定是归属于我自己的，它没有托管在任何平台上。那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我比较讨厌就是一些所谓的 SaaS 平台吧，然后的话可能大部分人都不会去看那一些隐私协议。但是在里面可能就默默的把你自己的版权给划走了。那觉得这个其实对我个人来说是比较讨厌的一件事情。我觉得我的版权就应该只是属于我自己，除非我明显的去授权给了某一些人。OK，并且 KiCad 还有个优势，就是我可以对社区进行一个贡献，并且我真的可以参与到这个社区里面。就从 KiCad 以来，我可能会自己去画一些封装或者一些符号，然后也可以提交到上游，包括也可以参与到这个软件的一些贡献里面。然后并且甚至可能我遇到 bug 了，然后往上游提，上游也会真的去尝试去修复。那这个其实对于商业软件来说，就是一件完全不可想象的一件事情。并且 KiCad 还有很多的 API，然后还有它的插件系统。我觉得插件系统也是我喜欢 KiCad 的一点，就是很多功能可能整体的原生的程序里面并没有，但借助插件以及借助这么众多的 API，那我们可以实现很多之前想都不敢想的一些事情。比如现在我用的比较多的，可能就是导出为加密创的一些打板文件，一键导出，然后可能还有就是那个 HTML 的焊接文件。这些东西的话，可能在其他 EDA 软件上面也能实现，但是会变得曲折不少。但 KiCad 对于 KiCad 来说，这些都是开箱即用的。还有一点就是 KiCad 其实原生也就是对 CI/CD 友好的，我们可以用 KiCad CLI，然后还有它的一些文件格式，然后我们可以做一些自动化的一个判断。那比如这个有什么用呢？比如说我现在画了一块板子，然后我是托管在 GitHub 上面，那么我们就可以用 GitHub Action，然后做一系列的流水线操作。比如说我现在给它打了一个 tag，代表这个东西可以 release 了，然后这个时候 Action 就可以帮我把它的原理图，然后 Gerber，然后可能还有生产文件、钻孔、BOM 这些乱七八糟东西全部一次性全部导出来，这个过程是不需要人工参与的。然后不至于之前在传统软件里面，我们可能说就是那个谁，你帮我导一下，结果他一不小心开错文件了。但这个东西对于自动化流程来说，这是完全不可能的一件事情。那么其他传统的一些 EDA 软件能不能做呢？其实理论上也是可以的，但毕竟没有 KiCad 那么原生。所以我觉得 KiCad 更吸引我一点就是这样，就对 CI/CD friendly。OK。
那的话就是，那就是那个现在还有什么就 KiCad 那边不太，觉得不是特别好的一个地方。就是的话，其实我们可以看得到，就是OK。那其实现在都可能对 KiCad 不太好一点，就是比如说这是一个先期的 HM5301的一个符号，那个符号就有个什么样的问题呢？就是它其实占据了太多的一个区域，并且很多区域都是没有用的。比如说像这些东西，可能第一个是引脚，但后面就是它赋用的一些功能。那这个其实，而且第一个是不好看，然后另外一个的话就是它占了太多的东西，可能我们看到整个原意图有一半以上都是它的位置，对吧？那我们怎么去把这个做的稍微优化一点呢？我们都知道这个 KiCad 其实本身是具有一个引导赋用功能 out function，但这个的话，其实如果是用手动编辑的话，就会比较繁琐，然后所以其实大家可能一般也都不太会去用到。OK，那这些问题的话，后面就是我到现在的一个公司，就是我稍微介绍一下吧。就是我们公司的话叫思彻科技，然后也是一个做 MCU 的，然后主要是蓝牙方向。然后这是我们目前的一些产品。然后的话，目前我们主要出货的其实也就是像是52系列，然后56系列，还有一些58的这个系列，就3个系列是我们目前做的比较多的。然后这些都是那个我们是可以全开源，然后你可以在网络上就是GitHub 上面看到我们的 SDK，然后包括这些所有的资料，然后都是全部开放的。所以我就在想，如果是我作为一家 MCU 的原厂，那么我怎么才能去让这个开发体验会变得更好呢？然后我觉得其实有一点就是我们需要做一个结构化的一个数据。然后我们知道对于一个元件来说，那无非也就是一个是符号，然后另外一个是封装，然后我们再把这两个东西给组合在一起。然后对于符号来说，符号的话，对于封装来说，封装其实是最容易结构化的一个事。然后你看像是右边那些的话，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 KiCad 的官方其实是有个封装生成器的嘛，这个就是从里面其实是直接拉出来的一个数据。那我们看到这是一个典型的一个 KF 的封装，然后的话它的长宽，然后还有每个引脚之间的间距，然后这个引脚有多长，这些东西都是非常非常容易结构化的。那这样子的话，就是如果我作为一个 MCU 的原厂，那我其实这些数据是天然就已经拥有的，我不需要再是说我作为一个用户我去猜，然后我去看，对吧？那这些数据我们就可以直接获取。但另外一个是什么呢？另外一个其实就是，呃，另外一个其实就是符号这一方面。那符号这一方面，我其实也做了一个结构化的一个方式，然后我是用亚马进行一个描述。然后第一个的话，就是我们其实是从芯片的这一个角度去出发。然后我是想，第一个就是我们描绘它到底有多少个派子。派子的话，这个代表其实是晶圆上面的打芯的那么一个东西。对，然后这边的话，比如说我们这边是一个 PA00、PA01，然后 PA02，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PinPal 上面它其实会有复用的一些功能，比如说我们这边可以看到它可以复用 GPIO，然后 LCDC、FNC、UART 定时器之类的一些功能。然后的话，每一个芯片我们都可能会有一些变体，比如说我们这个东西叫做525，那这个变体的功能是什么？它就可能就是里面合封了一些 PSRAM。对。然后每一个变体的话，才是真正有一个 pin 的话就是暴露出来的。然后比如说的话，就是 KF 上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你能够焊接了一部分。pin 和 pad 的话，就是我们这边是有一系列的数组进行一个绑定。number 对应的是我们封装上面的那个就封装的一个序号吧。pad 的话是绑定芯片里面的这个功能。那这么一个大家有个什么好处呢？我们其实可以知道，一个芯片的话，它可能会有很多个系列，就一个晶圆，它可能会被打到很多个封装里面去。然后有些封装里面可能就是某一些 pad 就不打了，或者说有可能是几个 pad 打在一起。那这个它们其实并没有一个绑定的关系，但是在这里面的话，就是我们其实从芯片角度出发的嘛，我们应该是从封装绑定pad，而不是说 pad 绑定什么这个东西。然后这个地方我们看得到，它是一个 KF 的那个封装，就它现在的 number 全是数字。那么如果是一个 BJ 的封装，我们可能就是 A1、A2、B1、B2之类的一个字母。然后对，
然后最右边的话，这个其实就是不同的一个变体，然后我们这边 pin 的话就直接引用了，这个可能稍微有点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523、527，然后520之类的，然后也都是里面和风的资源不同，但它们引出来的 pin 是一样的。但如果不一样的话，我们其实再重新绑定一套就好了。那可能说这个有什么好处，对吧？其实好处又来了。这个的话是我们一款 BJ 的一个封装，然后可以看得到这个 BJ 其实并不是特别的规范嘛。然后看一下目前的 KiCad 的库里面是没有的。然后以前大家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做？我自己的话可能是用封装向导里面的那个 BJ，然后大概去把这些生成一个满球的，然后再根据这些缺的位置，然后一个全部抠掉，那过程是不是变得很繁琐？但是现在我们有了这些足够多的结构化数据，我们可以怎么办？就是我们其实这边是每一个 pin 都是有绑定的，对吧？那么没有绑定的呢？没有绑定就是没有了，没有我们就直接把它删掉就好了。这个东西在生成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可以生出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封装。因为我们这其实是做一个特化，在特化的场景下的话，这些结构化数据拥有更多的信息，那就可以让我们对于现实的映射会更为准确。当然，如果说那个 NC 的话，就是可能就是上面虽然有这个引导，但是没有功能。NC 的话，其实我认为也是应该放到 pin 里面的一部分。所以的话，这个最终我们生成出来的这个封装依旧还是完美的。好了，上面的话就是我们基础的想法已经说完了，然后现在我们就可以开始那个写程序、写代码去生成了。然后最后生成出来就大概是这样子。然后这边的话可以看到都是一些电源啊、清正引脚啊这类的东西。然后右边的话我们可以看得到，现在这边 pin 里面其实原生就有这一个引脚复用的功能，然后我们就可以在这边就是直接在画原影图的时候就直接把它选成对应的功能就好了。这个的话就是会比纯人工维护会更简单。当然，其实还有一个问题，那这个符号看起来太丑了呀。而且像这些东西，这些电源其实很复杂的，可能那个 bug 的话，内置的 PMU 还需要一些电感，然后电感还需要有一些反馈。那这个东西的话，这样子如果直接生成的话，并不美观，而且也不方便原影图上面的走线。然后，所以我就做了一个功能。然后的话，我们可以给一线的模板，这个模板是可以用手动进行一个编辑的。然后的话，我就画了一下，右边大概是这样子。然后这个的话可以反映出一些内部的结构嘛。然后并且的话，其实也比较符合就是我们在画原影图时候的一个样子。然后 bug 那边直接接个电感，然后 FB 反馈，然后剩下这些东西其实都是比较顺理成章的。对，当然这个其实还是有一些我觉得不太美观的地方。比如说像左边的这一堆引脚其实这个的话可以再单独拆成一个 part。那既然这些东西其实都已经是后期就是在生成过程中，我们其实都是可控的。对。然后的话，至于分发方式，我们其实是想要用 KiCad 的原生的一个就是相当于拓展进行一个分发。然后像之前的话，就是我们其实已经提交到 KiCad 的一个上游了。当然，这个可能只是我们出版的一个库，这个还是人工维护的。然后等我们这一期做这个工具稍微完善一点之后，这些库的话也会全部换成自动化生成的，并且这一个我们这些代码和这些结构化数也会全部开源，到时候大家可以就是 start 一下，并且我们所有的开源协议都是 Apache 2.0。OK，那现在我们其实要聊的一个话题，为什么我们需要这些结构化的数据？然后第一点的话，其实就是传统的流程中，原源的符号和封装其实都是可能会有一个工程师进行绘制嘛。然后我们来说，其实一般都是意念工程师。那这样子的话，很大一个问题就是，这些重复的工作会很多，而且都是纯人工的一个操作。然后一不小心漏看或看错一两个 pin，那是很正常的事情吧。然后，并且符号的话，可能还是会有很多工程师去进行一个维护。那这样带来的一个后果就是，可能大家都会有自己的或多或少会有自己的一些风格。那这样带来的话，就是一整个库里面，可能大家可能看得非常乱。然后这个符号是一个风格，然后那个符号又是另外一个风格，并且这样的问题还有就是缺乏一个有效的一个版本管理。然后就可能我这边发现有 bug，然后改完了。
但是的话，我的用户并不知道。但我们可以说就是在后面加版本号，但这样子的话，最终还是会就不够统一，并且软件和硬件之间其实是存在一些割裂的，都需要我们人工进行同步。所以我觉得，其实，在我们软件里面有一个说法叫做 DRY，叫做 Don't repeat yourself，就是说我们数据其实就只应该有一份。那我觉得其实像现在以来，我们可以看得到，我们结构化数据确实也只需要维护一份就足够了。那这一份数据我们其实可以用到很多地方，我不仅只是说用于生成元件的符号和封装，我还可以说就是在软件里面也可以用得到，软件里面去做一些绑定之类的。然后就是说，我们其实现在想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绑定硬件还有软件。然后第一个的话，其实就是我们下一阶段一个目标，我们可能想要做一个 KiCad 的一个插件。然后插件有什么作用呢？就是我们 MCU 上面不是会有很多引脚嘛？那这些对于 MCU 来说，这些引脚天然就是会去接一些别的外设，比如接 iPhone C、接 SPI。那接的这些过程中，其实我们可以把它进行一个导出，在原影图里面画好了，导出来，然后丢到软件那一边方面。那这样子的话，是不是就可以我软件就不需要再自己去对着原影图去看了？当然，这个的话就可能会依赖软件那边的生态。然后目前的话，我们可能下一步会支持的是我们的 CFA Rust，感谢 CFA Rust 的维护者。然后还有可能就是做一个到 Zephyr 设备数的一个绑定。那这些东西的话，也就是说，然后的话，当然我们也可以换个思路，就是说，我觉得在原影图里面，就是在 KiCad 里面，我一个一个去改这些引脚配置太麻烦了，我也可以就手写这么一份配置，然后用插件导入，然后它自动就变了，然后接下来连线就好了。对，然后还有一点的话，其实这些东西我们也可以做一个自动化的一个检测。比如说我们的芯片，其实所有的角都可以接到 iPhone C 或者说是定时器，但是整个芯片的外设是有限的。如果接超出了那数量的话，可能在画板的时候，是不会有错的。但真正开始写软件的时候，就会发现问题来了。所以的话，我们其实可以在这个过程中，就是对它进行一个预检测，进行一个预处理。然后，因为我们能拿到足够的上下文，我们当然刚才那个配置文件里面，就当它那个结构化数据里面，可能现在并不一定是完整的。我们也可以再加一些其他的字段，我们可以描述这些外设到底有多少，然后的话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约束关系。那站在这个角度上来说，我们其实能做的就很多了。我们拥有足够的上下文，我们可以对这些所有的目前的事情进行一个检测。我们对于防患于未然嘛。然后当然这些所有的东西也都可以结合刚刚我说到的 CI/CD 的工作流，我们可以在 GitHub 上面部署这么一套检测流程，然后可能有硬件工程师画好摇板子，然后过来 TPR，然后 TPR 的时候跑一遍，哎，发现这个东西不对，某个约束做错了，这个时候可以直接抛出问题。那这个我觉得大部分的自动化测试肯定会比人工式会更好的。自动化测试可以解决我们人由于粗心或者说不在意犯下一些错误。当然，还有下一步的话，我们可能也会做一些就是可视化配置一个东西，然后比如说可能类似于 STM32的 Kubi Max，或者刚才说的这个先进的 HP Micro Tool，然后大概就是这样子。那像这些东西，其实我们天然也是需要一些结构化文件的一个配置，然后就大概是它有哪一些引脚，然后每个引脚的功能是什么，然后大概就是对数化代码要怎么去配置，然后还有包括就是它的封装型号这些一系列内容。那我觉得我们其实就是想要做一个非常 DRY 的一个事情，我们所有的配置就只有一份，哪怕我们这个配置可能一不小心写错了，那我们要改起来是非常方便一件事情，下游可以很快的就同步到上游。OK，非常感谢。然后，那现在是提问时间。Does anyone? There. Hi. Does it work? Cool. So actually, I have 3 questions for you. First of all, I wanted to ask. So, your story seems like the story of one person who was enthusiastic about electronics and then decided to embrace KiCad as his tool. So I wanted to ask, since yesterday,
during the roundtable, we discussed a little bit the topic of getting started with KiCad that can be a bit complicated. I wanted to ask you, like, how did you learn how to use KiCad? Since I see that you develop quite complex projects. 这个问题其实会很复杂。那我觉得这个问题，首先第一点就是我并不是以一个零基础状况下去使用 KiCad 的，我在使用 KiCad 之前已经有一些电路设计的一个经验。那我觉得其实电路设计的经验方面来说，就是可能我们需要去多犯错，只有犯了足够多的错，我们才可能避免下一次做同样的事情，人不可能同时2次踏入同一条河流。然后对于 KiCad 软件方面使用的话，我觉得可能也就是我会查看它的一些文档，然后可能会和一些有经验的人进行交流，然后他们可以告诉我很多我之前所不知道的小技巧。Okay, thank you. Then question number 2. In your one of the reasons for which you decide to use KiCad was like the fact that you can participate, you can take part in events. So I wanted to ask you if you can expand a little bit on this, let's say, social value of using KiCad. 如果说这个社会价值的话，我觉得可能这个话题就会变得很庞大。但其实对于我个人来说，我只是想要让我自己的贡献，然后让别人少做一些额外的工作。比如说，我看到 KiCad 的库里面缺少某一个符号或者封装，那么我完成这个工作，我就想要去帮助更多人。如果下一个人遇到同样的难题，那么他们就不需要再去解决。或者当时在 KiCad 刚发布的时候，并没有对应的中文翻译。那我觉得我也想要去做这么一件事情，我不希望别人也看到中英混杂的一些画面，我知道这很难受。Okay, fine. Last question, the most silly one. So you said you have experience with Krita, right? So you make art with Krita, don't you? 你可以再重复一遍吗？ Okay, never mind then. Forget. I had a question about that. Sorry, it's subtitles' fault. But I wanted, if you were an artist that worked with Krita, I wanted to ask you if you try to integrate Krita art into KiCad, but that's not really the case. So, last question, it doesn't really apply. It's okay. So, yeah. So, well, thank you. Okay. Thanks for your answers. Thank you. Yes. Great presentation. 那你可以来领取你的礼物，你想要哪一个 ？HS Link 或 AHS Can't。它是最贵的那一个。Okay, anyone? 我就看到你关于结构化数据这方面的表述。对于 MCU 系统来说，结构化数据不只会在原理图 PCB 上面获得好处，甚至对于像代码生成而言，一个合理的结构化表述都是一个优秀的关系。比如我们可以有一个 pin 复用表，就像你的这个映射一样，我们有一个 pin 的复用表，我们有一个这个 pin 的一个具体的定义，可能每个不一样的型号我有不一样的 pin。但是呢，不一样的型号基于同一颗晶圆，同一个晶圆上的脉谱，它又是一样的。那么这个呢，是我们基于从代码生成的视角去至少说有2个。但是对于原理图，如你所言，像电源模块这种东西的外部走线，是一个比较烦的问题。比如一个 buck， 可能你的 buck 的 SW 出去就是一个电感，电感下面通过一个分压电阻，从中间再连回 FB。那么这个时候，我的结构化文件是希望能够描述引脚的位置关系的。
也就是说，结构化文件如何去描述引脚的位置关系。从另外一个例子呢，是像 PA0到 PA15这些，那么像拼脚，它可能是有分组需求的。那像我其实之前说的，它可能还有一些相对的位置关系的需求。那你的结构化文件里面会如何考虑这一点呢？这其实要看，首先我们回答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这个结构化文件里面其实会分成2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说的叫做派子嘛，就是这个其实是对于整个芯片以晶圆的角度去出发的，上面会描述每一个具体的 pin 大概什么样子。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对于每一个芯片的话，可能都是有一些变体嘛，就这边地方的话，可能我们会做不同的封装，然后但这些都无所谓。然后我们可以看得到这里的话，其实是会有描述每一个具体的封装大概是这么一个连接关系。刚才你说到，就是可能对于电源方面，它确实会有一些就不一样的地方。然后这个我其实也回答了，就是我可以找一下，对 ，OK。然后这一部分的话，其实我觉得就没有必要在结构化文档里面描述，我更倾向于就是使用手工生成一个方式，相当于我就把这个自动化生成直接给旁录掉了。然后至于你说就是 PA、PB 之类的，可能 I/O 嘛，我们认为它又是一个普通的 I/O。那这个方面的话，其实可能我们更多是习惯于按照在 KiCad 里面的规则，然后可以看到这个就是从上到下，然后从左到右的一个方式进行一个排列。对。如果我的单片机可能它从 P 可能它比较非常的大，它从 PA 到 P 可能 PF、PG 这么大一个，那么这对应生成的符号，我认为是分2个样式的。第一种呢是小封装的，那可能就1个符号，可能电源都塞进去了。那对于这种大封装的，你的设计是否会往这个分组或者是分成不一样的 I/O bank 这种方式去考虑呢？是的，其实现在的话就是作为一个分组的，就这其实是2个 part 嘛，第一个 part 是电源部分，然后第二个 part 是 那个 I/O 部分。然后我们可能选的这颗 MCU 的 I/O 比较少，然后我们其实这边是有2个规则，第二个规则是 PA 什么什么之类的，然后是单独是一个 part，然后还有 PB 的是另外一个 part，PC 用另外一个 part，然后另外还有就是每一个 part 里面的 I/O 数量其实是不会超过64个的，这个其实可以很容易在生成脚本里面做一些限制。但你也可以说就做一些更定制化的，比如说我们可以把像什么音频啊，就这个 DAC 嘛，我们作为就单独拉出来做一个 part，或者说就是可能是有更多的，比如像 USB、像MIPI 之类的信号，其实我们都可以单独作为一个 part。那这个规则关系可能就是靠就手工去定义了。然后最后我想问一个关于未来展望的问题，因为为我认为这大部分的器件都是一个框，然后呢放上一圈的引脚，像这个东东目前主要设计是给单片机用的，那以后会不会把它去拓展到其他各种各样的多引脚的器件，比如像 BQ 的电源呐、或者呢是这种什么48角、32角的什么音频的 DAC、ADC 这种东西上呢？首先的话，这个项目其实可能是比较定制化的嘛，因为我们是一家单片机的原厂，所以我们可能更多还是会以单片机为核心去服务。另外，对于我个人来说，首先电源芯片的话，我更希望就是可能类似于就是我展示这样子，它可以去描述一些内部的结构，内部的一些就是大概一个连接关系。然后所以这种连接关系的话，其实是很难去用代码或者说去用这些就配置文件去描述的。我就唯一能想出来的话，可能就是我写一段 Lua 或者写一段那个 JavaScript，然后去把这些图片图样给画出来，但这样显得会很麻烦，然后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那不如说我直接在编译器里面就是拉好了。那对于一些其他的话，我觉得可能也是可以有拓展的，比如说可能像 FPGA 或像 CPLD 这种 I/O 非常多的，那这个场景其实就很合适了。好，谢谢你的解答。好的，你想要哪个？你可以随机挑一个给我。那就这个。OK，next one。因为最近工作经历的原因，我们有一块板子，它的这个时钟数因为硬件设计有点失误，我们时钟数设计的很费劲。最后我跟同事算了很久之后，我灵机一动，我用 MiniZinc 做了一个约束求解，然后把它的主频拉上去了一大截。然后我现在比较好奇的是，因为你们公司是原厂，也在做这个，比如说芯片图形化的配置这方面的工作。我之前也想过做一个基于 MiniZinc 或者说其他的约束求解方式来做这个单片机时钟数，因为比如说 STM32 CubeMX 就很傻的在那里去
就便利各种可能性去看能不能求解出来。我感觉这个就不是很 feasible。你们有没有类似的想法？这是个很好的问题，但是我的水平可能不足以回答。对，但是对于时钟数这一点来说，就是其实在我们的芯片上面有一个比较取巧的一个地方，就是我们其实对输入时钟是有限制的，我们输入一定是48兆的一个精正就一个输入时钟。那其实对于后面来说，就已经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数学问题了，就无非也就是说主频道要多少 ，PIR 要怎么去配置，可能相比于传统的 STM32之类的单频来说，就是工作量会少很多。所以我觉得可能在有限的未来内，我们也不太会去找就更高级的算法。对，因为我们的产品，因为我们当前在做这一个 specific 这一个项目里面，它有一个 I²S，所以它有那个音频需要的那个精正的频率，所以就导致这个时钟数比较难处理，而且就是我说的，就是刚才因为硬件的问题，所以导致有些对，所以还会有这方面的考虑。另一个问题是，像你之前展示的生成的符号，它比如说 I/O 排列成2排那样子，然后看起来有点太窄太瘦了，就不是很好看。这个有没有想法把它弄宽一点，就像这个其像实是有的左边那样子的比例？这个其实是有的，但是就是因为这个其实写的比较匆忙嘛。对然后这个其实还有另外一个问题，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就是这个它是可以选引导复用的嘛。但是如果我左边和右边都选一个非常宽的一个引导复用，那它就重叠了。所以后面的话其实改成可以就根据它里面的就两边最长的一个引导复用，然后保证它们不会重叠情况下，就动态的调整这个位置。这个功能后面肯定是会加上的。对 ，OK。OK， 围棋完，挑一个，挑一个。OK， 围棋完。OK，HS link， 左边这个。OK。好，最后一个问你题还有吗？最后一个问题哈。你好，就是我看了你的那个presentation，我觉得就是因为我现在大概也在尝试去入门硬件设计，那我自己的话可能就只做到了像你就是最开始就是比如说最开始做那个 A2001那个版的那个水平，然后我现在在入门4层版，就是我是想去做，就是去拉 USB 3.0的高速信号线，但是我发现啊，就是说，因为可能就是整体就在硬件设计这一块，可能都没有很多就没有很多我们可以去就是去access 的资源什么的，所以我发现我作为一个初学者，就是入门，比如说我遇到的尤其大的问题就是USB 3.0的那种就是 Type C 的高速信号线，就是差分信号对应该怎么拉这样的问题，就我发现我们也没有什么很好的资源，然后就是在板子上也就是布好就是布了局之后，然后布线的时候，然后就中间就有个地方就卡住了，就不知道该怎么继续下去了。你对此有什么建议吗？对，首先的话，就我要说明一下，并不是一个非常专业的硬件工程师，所以我可能只能说我的自己的一些经验。首先是对于信号这一方面的一个处理，然后我其实更多经验的话，就是我们会去看一些就比较详细的 PCB 的一个设计指南，可能是 TI 的、ADI 的，或者说是可能哪怕是全制，然后瑞星微之类的一个设计指南，它可能会告诉你，就是大概每一个关键信号你需要保持多少阻抗，然后你怎么去计算这些内容。然后还有就是会避免于哪一些信号就是可能会产生干扰。那我觉得其实把这些所有手册就是都通读一遍，那在原理上的话，其实你就可能已经掌握了。那至于说它到底要怎么去拉，然后怎么去摆的话，我觉得可能更多还是看经验。我觉得失败并不是什么很难的事情，就是你多失败1、2次、3、4次，那你可能下面的话你就得心应手了，你就大概就是
直觉感觉到这个东西它就应该这么走的。当然也可能以后 AI 我不知道会不会就是对这方面会有一些帮助，就在布局方面就可能会给出比人类更好的一些更有解。那还有就是，对，那反正我觉得就是需要去多试错，然后多看一些资料，然后了解它的一些原理，然后在实际的应用中才能融会贯通。OK。